夫，馋肉了。哎呦，好香啊！还是当年那个味儿。看着这笼屉冒着热气儿，这就是最好的日子。这心里边啊，就是他妈的踏实。钱，来。是，哎，来了。哎，你说这兵荒马乱的，怎么租界的餐馆生意这么好？哎呀，现在这日子呀，可真是叫怪，每天在街上都能看见冻死、饿死的，结果钱挣得比任何时候都要多，尤其是租房跟饭店。你想啊，来了100多万人，都带着全部的家底稀软，一日3餐没地方没锅造饭，那不就便宜了咱饭店了？便宜了谁啊？哎呦，老板，啊，哦，不锅了。您尝尝。好手艺，是山东味儿，地道山东味儿啊！包子给我推荐你的时候，我当他是春牛皮的。你就踏踏实实在我这儿干吧。哎，谢谢老板。哎，包子，哎，方厨那小金子走了，正好空出一张床。晚上打烊的时候，你带着他，就让他睡那张床。好嘞，啊，谢谢老板。山东大包子出锅嘞！哎呀，好嘞，上包子嘞！来，来。弄到是高山上丹枫叶，下过公母浓。啊，裤子！哎呦，大嫂，啊，没烫着你啊？没事没事没事。楼上住的还适应？哦，蛮适应的，还可以吧。该吃饭了。淑媛，淑媛，饭好了没有？李淑媛，饭好了没有啊？你聋我聋啊啊！说话靠说，不用喊。那这些，你们老张家所有的家底儿了。我刚才在后面估了一下，不是204颗吗？就是198颗。我给你数数啊。哎呀，你这含着谁呢你？都是在家里数米玩的。什么叫寒碜呀？这4个人吃饭，我不得平均分配呀？那你告诉我，就这么点米，我们该怎么吃？是蒸啊、煮啊、红烧还是溜啊？哦，哎，天上的龙肉还好吃呢，那也得看有没有这本事才能吃了吧？大嫂别走啊！那遇事就躲，可不是大嫂您的作风了吧？大嫂可是向来兵来将挡，水来土掩的。现在在张家呀，在吃米这件事上遇到了个小坎儿，一起聊聊呗。
云奇，啊，你也坐。我把这火再弄一下。舒远，自打我来了以后，咱们也从来没有好好聊过。我是觉得，再怎么说我们也是一家人，家里要有什么困难，总应该把问题放到台面上摊开来讲，一起想办法才对。现在2楼呢，我也已经住进去了。那个刘小姐、滕树人都已经搬走了，咱们就先不去聊她了。我这边呢，回到上海也是为了来找云葵。现在我这找云葵的路子也没找到，太爷也没回来。我托云奇去找太爷，到现在也没有消息，我确实是心里着急。要是我说什么做什么让你心里不痛快了，我跟云奇道个歉，你们别放心上，行不行？大嫂，这不是什么道不道歉的事儿，咱现在得把这个吃饭这个实际的问题给解决了。是。哎呀，你假捅什么呢？我真捅的呀！这留不留小姐的跟咱也没关系，在她背后的那个胡经理，他这个人的手段，我比你清楚的多了。张云奇，我告诉你讲啊，你得罪了老胡，我就送你4个大字吧：朝不保夕。你给我坐下，背挺直了，像个爷们儿点儿。这话也就只能我来说了，可现在问题就是揭不开锅呀。那巧妇还难为无米之炊呢，所以我就想着求求大嫂来给我们支支招，出点主意，想想到底有什么办法。说的什么呀？什么求嫂子支支招，含沙射影，夹枪带棒的。大嫂啊，对不住啊，淑媛说话嘴上没把门的，但是话糙理不糙。我要是真是丢了这份工作，咱家这往后的日子确实是不好过。那云清你说的蛮对的呀，都是一家人嘛。我知道你们挺辛苦的，我也很感谢你们。可上上下下、前前后后这么多户人家，还有刚刚搬走的刘小姐，收上来这些租子，就不够养活我们4张嘴吗？是你收上来的。所以说，大嫂真是不当家不知柴米贵呀。那点房租真的塞牙缝都不够。那我们前2天吃的那个塔库菜，过了3条路怎么又聊到塔库菜？你兜那么大圈子干什么呀？大嫂刚刚说过不要支支吾吾、躲躲闪闪，这不是在说你呢吗？家里还有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啊？还有什么值钱东西啊？我娘家的陪嫁都送去当铺了。不是，大嫂还给你送的那个镯子呢？哎呦，你就别跟我提那个什么镯子了，我找懂行的人看了，根本要不上什么价。人家说了，说是什么地方货。地方货，不是和田的，是和田的，是和田的呀。我结婚的时候，娘家给我的嫁妆怎么会不是和田的？娘家的嫁妆怎么会是这样？哎呀，现在说什么和田不和田的事儿了？那和田还有山料和水料呢。我这些东西要不因为是假的，我早就把它当了。这些东西是给我撑场面的。我现在就一个字，我恨。你说好好的一个大活人啊，一拿针我手就抖。一穿线呀，我的眼神就不聚焦。但凡我的手脚好一点，眼神好一点，哪怕我出去啊缝个穷，做点老妈子做的事儿，补贴点家用，总好过现在天天在家里逛荡来逛荡去，碍人眼。那我去找工作好吗？我明天就去找工作。我要是找不到长期的，我找个零工来补贴家用，你看这样行不行？不行，大嫂出去找工作，小毛头谁照顾？大嫂，你这话，哎，说到点儿上了。到底大嫂人家是大户人家，知书达理的。你这么说呀，就代表你就不是个幼稚的人。这外头现在流行一句什么话呀？不劳动者不得食啊，劳动的人他最光荣。我们今天能达成这样的共识呢，这代表这天儿啊也没白凉。哎呀，你看看，我这种不劳动的人，外头一到下雨天，我这个腰就不行了。云七，赶紧的，回屋给我揉揉。不是这米还没淘呀？这么点米怎么吃啊？不劳动者不得食。今儿咱俩饿着，老惦记在大嫂嘴里虎口夺食。赶紧的，8两
大耳坠。我，哎呀，屋里是挺冷的，我把炉子再捅暖和一点。云奇，哎，你知道200多粒米有多重吗？不知道啊。也就1000。哦，1000啊！这碗里少说也有2两，大概3、4千粒米的样子，熬个3、4碗粥，也是够了。朱远，我去熬粥，就这些米，谁也夺不了谁那一口。做好了叫你们。哎呦，大嫂，那么冷的天你还洗衣服呀？哎，那正好，待会儿呀，你洗完这些，捎带着把我这2件拿法水摆摆。我要不是着急去做饭呀，也就自个儿洗了。我这盆里面都是孩子的尿布啊。这2天天凉，孩子拉肚子，上午还拉了，窜稀。哎呦，这有啥的？那我还听别人说，有人还专门爱喝童子尿呢。没事啊，我不着急，您慢慢洗。辛苦了，大嫂。娘，龙肉，这个，你看我今天搞到2瓶香水呢。哎呦，我的天老爷，今儿终于逮着你们家了，还是全户的。怎么着呀？上次我跟你说的涨房租的事儿，你说这打仗没几个月，你这5块10块的，你可涨了好几次了。租2个月，你有3个月的押租啊！你这不是趁火打劫，发国难财吗？我租个房子就叫发国难财了？那你们几个跑单帮、囤积居奇，这算什么？你有说这闲话的功夫，不如让你们家阿远多跑几趟。甭说是房租了，
整条弄堂的房子都可以顶下来了。路上导师的不花钱呀，你们怎么不去啊？你再说一句试试。云奇，哎，我这里不是1、2天了。大人的事你别管，上楼去。给你哥上楼，快，快。好，好，好，杨姑奶奶，我把钱给你。哎你别抢呀！小小年纪冲我喊，论嗓门大，我是你奶奶。哎呀，曾人别想不够，谁人不想赚钞票？在这里，在老哎呀，山里你不要再嚎了。你说这房东太太吧，仗着有这房子，把我们住户啊都快逼死了。你说他心怎么这么狠呀？这炉子上有热水，你怎么不知道用呢？你这还没出月子呢，不能碰凉水，会落病的。来，谢谢景娘娘。按理说呀，这水都不该碰。我把这个给你放在炉子上，你记着用啊。张云奇，你说说看啊，这家里男人该干的事儿我都替你干了，要你有什么用？什么叫要我有什么用啊？我只关心的都是国家大事。哦，那你关心的怎么样了呢？你快来看，日方战死800，战伤4000，敌，呸，你才敌方。华军遗弃尸体84000，俘虏15000。虏货品之主要者步枪12900，重轻机关枪3200，迫击炮、山炮。行，停！哎，新生报，小日本办的报纸能写我们什么好呀？哎呀，不就你之前说的那点公债吗？大不了咱不要了啊！哎呀，不是啊，国军你怎么就这么不争气呢？啊，说好抗战必胜的呢，那国家这个样子，你让我怎么活呀？张云奇，我嫁给你这么多年，我都不知道你这么爱国呢。一撅屁股我就知道你拉什么屎，你小子一定有事儿瞒着我啊！你现在赶紧坦白。早坦白，你受的罪也少。那我坦白了，你必须打我。不打你。我借高利贷了。你借高利贷？我后来买的那些公债都是借高利贷买的。你用高利贷的钱来买公债？那我不打你一棍，你咬死！哎呀，不是了，中日开战以来，他们一折在抛售，我就一折抄底；他们抛，我就抄。我这不想挣点钱吗？那我总不能让黑桑那些放高利贷的去卸我的胳膊、卸我的腿啊！卸你胳膊、卸你腿也是你活该。哎，这我想买自己的房子，我总没错吧？房子？我想生自己的儿子呀！儿子呢？那我才能理直气壮的。那现在利滚利越来越多了，我该怎么办呀？张云
气，我快用脑子瓦特了啊！你不知道这个高利贷的利息比公债要多多少倍吗？好呀，你现在工作得罪了胡经理，钱你也还不上，你现在脑子里头全是日本肥皂水，你就等死吧你！我找过胡经理了，他说这事有转机。滚出来再说。我不。张云奇，我现在跟你在解决问题，你跟我玩什么缩头乌龟啊？你欺负我人高马大，没办法钻进去是吧？别逼急了啊！逼急了，我把这床都掀了。我数到3，你给我出来。3。那你不能打我，我不打你，你也不能咬我，我不咬你。出来。说吧，胡经理提了什么条件？藤田你还记得吗？谁？就是那个总在虹口混的那个什么日本文化商人。你说好不打我的？侬这胆子大的啦！要学胡经理跟什么日本人混？哎呀，你打我没有意义。你听我给你讲道理嘛。哎，胡经理啊，从开战以来就说打不赢，悄没声息的就去跟日本人做起了生意。他说藤田要在上海安家，看上了咱这房子了。我说呸，你个臭汉奸！但胡经理说这事儿啊，咱要是帮他办成了，我这些债就都能还上了，还能带着我做点生意。我想，要不要先糊弄着答应了，跟着他们赚几笔快钱，解一下咱们的燃眉之急。你跟日本人交往一下，那可能是多一条门路。问题是你有没有想过，那帮畜生玩意儿，犯起性子来根本就不是人。你替他们办事儿，那就跟那鼻涕似的，一沾身上就甩不掉。送你俩字儿：汉奸。谁汉奸啊？我才不是汉奸。咱退一万步来讲，现在就算是打回来了，咱比那口腔爱国的可强太多了吧？咱们是真金白银的爱国，要说爱国，谁比得过咱们？我们张家满门忠烈，满门忠良，所以我觉得咱们现在也悄无声息的去跟日本人拉拉手，交个朋友。关键时刻许是能保全咱们，总不能我真被黑嫂他们卸了胳膊卸了腿。下策，下策，这都是没招的招了。这房子日本人想要，我还想要呢。哎呦，总之你跟他们在一块儿的时候，我一定要小心再小心。那现在只能拿点钱去铺点路了。哎，手头还有吗？再添点儿。滚！这烂泥扶不上墙的样，你说说看，我怎么就嫁给你这样的人呢？但是老婆你深明大义。祖良，你睡了整整7天，不是发烧就是说梦话，我都担心死了。我经历了一切，经历了一个又一个的牺牲。当时我们意气风发的去投军，短短几个月呀，一起投军的同学们就剩我一个了。老孙是我们当中军衔最高的。南京城破那一天，他带着野战医院7、80个伤兵往下关的岸边撤，但是岸边没有一艘能渡江的船，日军步兵45联队包抄了上来。我们一个伤员说：“长官，你是我们当中军衔最高的，你来指挥吧。”老孙哪懂军事啊，他就说了一句话：“
弟兄们，跟鬼子打！据日本人的战报说，中国人不断蜂拥冲来，除了死斗还是死斗，反复斗，血肉横飞，人人成血人。阿光被分到了医院3部，撤退的时候3部没有交通工具，根本不知道往哪里撤。日军冲了进来，对医生、护士还有伤兵采用了无差别的屠杀，他们连子弹都不愿意用，就直接拿刺刀挑。阿光冲上去和日本人交涉，连一个字都没说出来，就被日军的刺刀给扎透了。阿光死的时候，手里还握着输液瓶，这是我从一个逃出来的医生朋友那儿听说的。我和小沈都被分到了总院。我们撤到一江门的时候，遇到了溃兵踩踏。小沈护着身后20-30个伤员，大喊着：“兄弟们，我们身后是受伤的弟兄们，你们不要碰他们。”可谁听啊？溃兵像潮水一样从他们身上涌了过去。小沈冲着我大喊，我根本听不清。溃兵散去，我跑过去抱起小沈。小沈已经被踩得没有人样了。我到现在只想知道，小沈到底跟我说了什么。我不怕牺牲，但是我没有办法接受没有价值的牺牲。你觉得什么是价值啊？轰轰烈烈的战死，为国捐躯，死得其所。可是有多少的牺牲是因为荒谬的指挥？南京因为长官不够而走，败军一哄而散，撤退变成了互相踩踏。多少兄弟因为上司的失误白白丢了性命。吴福县、西城县号称东方的马奇诺防线，但是所谓的永久性的钢筋水泥，只有外面1层是水泥，炮弹一轰就垮，里边都是烂了的竹子。除了腐败，还有无能、私心。即使在亡国的危机前，那些上层人物还是改不了他们的做派。祖良，你的信心难道动摇了吗？我不知道，我目睹了太多的事情让我反思。凭着我们的热血和生命，真的能挽救我们的国家吗？我们到底做错了什么？小姐，罗少爷。小月。罗少爷，我就想问一下，打淞沪的时候，你在医院有没有看到87旅的伤员？87旅，谁在里面？就是万福。孟万福跟我结婚前1天去当的兵，就在87旅，旅长叫张云奎。您知道他们的消息？小月，我听说87旅全部殉国。什么是全部殉国？就是都战死了。小月，想哭就哭出来，别憋着。小姐，我不会哭，我已经哭不出来了。我早就知道会是这样。小月。我们万众一心，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，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，前进，前进，进！你来，无怨愤怒。伯伯，你很惨啊！
哥，这份传单请你看一下。姐姐。起来，起来！我们万众一心，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，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，前进，前进！来自各处的人们，把我们的血肉涂在我们心的长城，中华民族到了最伟大的时候。是共振的八路军的宣传单。八路军115师平型关大捷，那个时候我们还全都上街庆祝了呢。我还听他们说，八路军是游击战术之神。周恩来先生下周要在武汉大学发表演讲，有困难找八办。哥，你这是要回去看那个旅长太太？我都有住处了，我找他去干嘛呀？我是去找老太爷。你们旅长都不在了，你找老太爷干嘛？你还不是为了去找那位旅长太太？别给我瞎贫啊！人老太爷答应了要给我去武汉找小月的钱，我不找他，我管谁要钱去？我跟你说啊，管好你自己的嘴。别跟我瞎咧咧！哎，哥，你带着我呗。丁律师啊，现在最不缺的就是人手。你看外面，这些都是没有找到工作的人，何况你还带着孩子。我们这边也不是什么慈善机构，你再到其他地方试试看吧。理解。谢谢。抱歉。下一位。这是我的简历，你看一下。我上一份工作在洋行，我什么都会。你看一下。是我的介绍页，你拿好。我什么都不干。这位女士，你好，有没有看到一个小孩这么高？啊，谢谢。对不起，认错了，对不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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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
您好，请问您找谁？您好，请问武建章律师在吗？武律师打官司起步300块法币，你要打什么官司？我想先跟武律师谈谈，我的情况有一点复杂啊。太太，我刚说了，武律师打官司起步是300块法币，而且还要付预约费。要么您现在登记，要么您再考虑一下。我了解过武律师。128事变以后，他曾经致函全国各地律师工会援助19路军。淞沪会战爆发以后，他自愿担任救国公债劝募委员会律师分队的队长，出钱出力。我相信。对不起，太太，您刚说了这么多，是想表达什么意思呢？我的丈夫是87旅少将旅长张云奎。太太，你不能这样。我怀里抱着的是他的遗腹子。武律师，你不能这样。武律师，太太，你不能这样。武律师。太太，您刚才说87旅，87旅，那张云奎是我的先生。张太太您好，鄙人武建章。张太太，里面请。谢谢。来，张太太，请坐，坐，啊，坐。说起来啊，我跟87旅还是很有缘分的。我是罗店人，老家就在白家寨。来。啊。哦。距离87旅的阵地就10几里路。听家父说呀，这场仗87旅打得很英勇，也很残酷。天上一下雨，整条街都红了。虽然阵地没保住，但是父老乡亲们都知道，87旅几千兄弟和鬼子拼死斗，拼到最后一个人。他们看在眼里，刻在心里。那报纸上说什么张旅长和他的手下做了逃兵，哼，他们那些人就是站在高岗上说风凉话，欺负死人开不了口。我第一个不信，磨练的父老乡亲也绝不会相信。张太太，您有什么难处尽管说，帮得上忙的，吴某一定尽力。作为罗店人，我代表父老乡亲们，向张旅长、向您、向87旅的全体将士鞠一躬，谢谢。作为罗店人，我代表父老乡亲们，向张旅长、向您、向87旅的全体将士鞠一躬，谢谢。吴律师，应该是我道谢才对。
王老，我这找你好半天，你在这儿呢啊！这兄弟们打了一身的痛，我给你留了个托底费，晚上咱好好打打牙祭啊！你说你这个逃跑将军在外边可值钱了，天天在我这儿做饭喂马。我要是把你供出去，你说不得1000大洋，也得得600吧？啊！你相信我，在这个世界上，现在除了我的亲人想见我之外，没人愿意见到我。我兄弟们全都战死了，这刚为某些人升官发财铺好了路，人家要喝酒庆祝呢。我这个又臭又硬的石头就这么回来挡人路。刘排长，你告诉我，人家愿意见我吗？我才不管你谁挡谁的道呢！我现在纳闷的就是啊，你说你窝在我这个小庙里头，天天做饭喂马，你也不提走的事，你到底是咋想的？你知道141军的位置吗？141，那孙军长不就是你之前的师长吗？你是要申冤还是报仇啊？翻案。怎么翻？问话呢？怎么翻？我在部队里混了多少年了，上上下下左左右右部队就这么点破事儿，你跟我说说，我给你盘查盘查，啊！兄弟们，赶紧进屋吃到兔子去，别干了啊！好嘞，好嘞，好嘞。什么情况？你说。我到南京呢，是想给兄弟们翻案，但是阴差阳错的被抓了，还被关到个马厩里。在这之前，副师长廖丰年跟我见过，他把事情的前因后果都跟我说得清清楚楚。我那时候才知道，为什么当初我请求去柳镇支援的时候，我的老师长孙怀义，他不说是，他也不说不是，模棱两可的，就等不到电话就去，我就当他默许了就去了。结果呢，他说离开阵地就叫逃跑。其实我们到柳镇的时候，上峰已经下了撤退令，我们本就该走，只不过当时电话线断了，我们没有及时收到消息。我们旅6000兄弟，本来可以奉命撤退的，结果死守白家宅，全都牺牲了。最后怎么样？还要背上逃兵的骂名，这公平？他娘的，这怎么越听越来气？这都啥事儿啊？所以我得找到卢云。卢云是谁？孙怀义的师参谋长，找到他，我就能拿到187师的撤退令。拿到撤退令，就能证明我们87旅的所有兄弟不是逃兵，同时还能证明我们那50个人去柳镇接应。你的意思，找到卢云就有可能解决问题？对。他万一不承认呢？他是我兄弟，承不承认，我得赌这一回。对，你说的对，必须赌一回。我这帮兄弟们打仗不行，包打这个赢。这个忙我必须得帮你。哼，我说啊，我帮你一忙，你也帮我一忙呗。什么忙？你说。我想让你给我当参谋。什么意思？我之前不跟你说过了吗？算命先生说了，我这条命啊，只能在部队里才不死，但我不能在这干混呐。我也要升官发财。过去我没办法，现在有你在我心里不都有底了吗？你毕竟是个少将旅长。再说了，我最好的几个兄弟全都死在南京，一想起这事儿，我心里就堵得慌。你再看看咱们现在这41期，这打的什么仗？半年了，一点补给都没有，还被严老七给赶到这儿来，这是打鬼子吗？这是白白送死。所以说，无论如何，你得帮我好好参谋参谋，不为别的，就为弟兄们少死几头。行，我帮你，但我要走的话，你不能拦我。没问题，我答应你，咱俩一言为定。我这就安排兄弟们出去打听啊。
少啊？2舀子，水现在得省着点用啊。做饭呢？啊。锁了，连外面水管都锁了。我这个正好做好了，在我这吃口吧。啊，不了不了，谢谢景娘娘。正吃着呢。好吃吗？好吃。什么的呢？小毛头饿累了，在楼上啃手指头呢。有鸡有鱼有粉丝，吃挺全乎，热火朝天的。有我的筷子吗？有。来，大嫂。淑媛，你炒菜是不是手抖了？这盐咸醋酸的手艺，还是比不上万福。哎，你俩别站着呀，坐下一块儿吃。我记得原来这屋里还挂了一幅运寿瓶的鱼藻图，还有我楼上主卧有一台法兰西座钟，你们都收哪了？嫂子，这事儿我早就想跟您说了，你们当初买的时候肯定是被人骗了。去年呢，我打扫卫生的时候，有人来收古董，我就一块打包给别人了。那人挺懂行的啊，您猜猜才卖多少钱？20、30块钱。您要的话，我给你。好啊，那你给我。最近手头紧，等下个月云奇发薪水了，想着给大嫂啊。哎，我下个月发了钱我就。20、30块钱也手头紧，那你这账管得也不怎么样啊。你在我们家帮着忙，帮的也不行，那这样，也就不劳烦你们2位了。从下个月起，这个房租我来收。那大嫂来操持这个家太好了呀，那我就有点怕，这万一人家不认你这个房东呢？那我倒想问问，人家怎么就不认我这房东呢？那我也想听嫂子说说，人家为什么就认你这个房东呢？这房子是我的，人家怎么就不认我这房东了？那你叫他一声，他能应你吗？所以你这就有点孩子气了，这么说就没意思了。孩子气，这答应不答应的呢？律师会替我答应。律师？大嫂，这有必要律师参与吗？有必要啊，当然有必要了，可太有必要了。大嫂，你这刚来到上海，可是千万别让人给坑了。咱一家人，你说有什么事儿，你找我，找淑媛。怎么都好商量。上海说律师不有这么句话吗？有条有理，无法无天。大嫂可能都不知道什么意思吧？有金条才有理，没法币就没有天。咱自己家的事，要是让外人掺和的话，岂不是家丑的外扬了？可是，我也没觉得这是我们自己家的事呀。怎么就没看出来呢？这要是我们自己家的事儿，水龙头怎么给锁了？这要是我们自己家的事儿，
这案板上收拾得干干净净的，连火都点不着。这要是我们自己家的事儿，这些瓶瓶罐罐收的，哎呦，这防我防的呀！我怎么就没觉得我们是一家人呢？你锁的？啊，不是你防大嫂干什么呀？我为什么要防大嫂啊？你们是不知道，哎，对门这唱越剧的，把水龙头打开就跟黄浦江似的，一拧开就不关上了，一点都不心疼。楼上跑单帮的，俩孩子成天在厨房偷吃这个偷吃那个的，光被我逮着他们偷甜面酱不止2回了啊！那我不得防着点儿？那你防他们可以，你不能防大嫂呀。那我怎么知道大嫂就突然回来了呢？不是，这又不算事儿，我待会儿就给他们打开不完了？你赶紧给打开啊！大嫂，一场误会一场误会，这一家人真的因为一个水龙头闹成这个样子，这说出去真的是不好看。舒妍，你真的是……伍建章律师，你们听说过吗？知道啊。明天伍律师会去法院帮我查记录，替我申请补办地契。啊？不可能！为什么不可能？是伍律师不可能，还是补办地契不可能？都不可能。这房子啊，就应该是大爹的。李淑媛，你怎么回事啊？大嫂办这件事情是应该应份儿的。大嫂，我要不是洋行事情太多了，实在是没腾出功夫。这地契的事确实是我应该去办。哎，你说的伍律师是哈同的那个律师吗？哈同事务所的伍律师。哦，那是咱们上海赫有名的大律师，哎，找他办就找对了。哎，我能帮你做点什么？舒媛，帮我去把水龙头打开。我还有个小毛头米粥呢。大嫂，你要是有脏东西。快去给开水龙头啊！哎，起开！伍建章，哈同律师所。最近10天收容的难民都在这儿呢，你自己找吧。哎，好嘞，谢谢您啊。大娘，我跟小马走啊！快来人啊！有人晕倒了！会王，你干什么？慢点，小朋友。不会王。不会王，一起来。中国不会王，中国不会王，不会王，中国不会王，不会王，中国不会王，中国不会。
也算找着你了，想死我了！日后杀！说什么呢，太爷？杀！我跟夫人一直在找您，您怎么不回家呀？啊！行。茫茫神州，铁蹄践踏，何以为家呀？太爷，您说什么呢？您？他是擅长检视车送回来的，说是被打晕了，躺在路边，好在司机给抬回来了。他脑子时好时坏的，一会儿说家在上海，一会儿南京，一会儿海文，又说在武汉。太爷，那刘嫂呢？祸福沉舟，卧薪尝胆，3000越甲，可吞我。哦，哎，太爷，您听我说，夫人给您生了一个大孙子，一个大胖小子。太爷，太爷，要不这样，咱先回家吧。您行李呢？箱子我帮你拿着。箱子呢？老人家身上什么都没有，腰里就别了本破书。他身上那件棉袄还是我给淘换的。啥都没了，完了，全完了。没完。啊，宝贝呀，外婆，哎，太爷，你认出我来了？对，我就是万福，当然是万福。你不万福谁万福啊？我就是万福，太爷。走，回家。走，回家。快！走。谢谢。哎，太爷，咱可不能这么回家，我得先带你去澡堂子。您好。啊，丁女士，您先坐，我下午开个庭。武律师不在吗？武律师回老家了。哦，您的事儿啊，武律师帮您问了。前年下大雨的时候呢，法院登记局破坏了几项资料，这其中就有民国21年的房屋登记册子。那我们的地契丢了，是不是就没有办法证明这个房子是我们的了？除非您能找到当年的购买凭证。凭证大概在我先生乡下的房子里。可是现在已经被日本人占了，我们没有办法拿回来。丁女士，您先别急，我律师忙完家里的事，会很快回来的。他也让我转告您，实在是对不起。不过他会尽快想办法的。明白了，那就不打扰了。替我谢谢武律师。那我就不送了，我这边。各位老乡啊，书馆写了，先不要着急回家，来我这儿喝杯热乎的红糖水，既保暖又补血啊！哎，缺钱吗？血可以换钱。
老乡。这个雪这么吓人吗？头次来吧，我就害怕了。我来嫌快，嗨，真快啊！你看，就那个就是血耗子，你看来钱是真快啊，每笔他抽3成呢。这么呀？嗯，这就这儿的规矩，怎么咱还能不抽啊？抽完了欠了4万块钱。我那点钱还留着养家糊口着呢。兄弟，你是不知道其中的厉害，我可是亲眼所见。有姐俩老来2个月抽了5次，每次都是400cc 呀。结果最后一次，那个妹妹抽完了血倒地上就死了。这位太太，养孩子很费钱吧？血可以换钱。哎，缺钱吗？多少钱？8块。8块呀？那我谢。啊，我得排队去。大嫂，可以吃饭了啊！哎，需要帮忙吗？不用不用，都忙活完了。小毛头呢？啊，睡了。大嫂，我知道你们无锡人爱吃无锡小排、无锡3白，只可惜最近吧，季节也不对，时局又乱，物资短缺的，所以我一大早就去找了曹阿婆，让她给我挑了一条顶顶新鲜的鲈鱼。你要不就将就将就，尝尝我们的松江鲈鱼，也是我们这个地方的特色呀。谢谢你啊，淑媛，辛苦了。没事。云奇呢？还没回来，要不等他一起吃？他呀，不知道他野到哪儿招猫逗狗去了。没事儿，他就爱吃剩的，咱先吃啊，不管他。谢谢。下到娃娃农，农里个迷毛伞。回来啦！哎，大嫂，哇，全是硬菜啊！你看看，都是大嫂爱吃的，这不给她调调身子吗？啊，哎，我想起来，今儿大嫂是不是白天出去办事儿了呀？怎么样了呀？对啊，大嫂，是办得顺利吗？蛮顺利的呀。律师已经在登记局找到资料了，那买卖双方啊、房屋面积啊、地址、保人，连投税契都已经找到了。今天下午我已经做好了补办地契的申请。那真的是皇天不负苦心人哦，太好了呀！就是法院现在呢人手嘛有一些不够，所以可能要再拖个几个月才能办好。还要再拖几个月？张云奇，你出去兜了一圈，招了什么脏东西啊？撒什么疯啊？对不起，大嫂。地无分南北，人无分老幼，皆有守土抗战之责。这话谁说的？蒋委员长的口号。但咱们张家呢？渔樵耕读，诗礼传家，勤俭节约是咱们张家的家风，薪火相传。前线的将士们都在打仗，吃糠咽菜，咱们这一桌子鱼肉。作为中国人，我这良心上过不去，所以这以后这鱼啊，就不要再做了。我张云奇，你李淑媛，当然大嫂你也是，包括楼上的这个小毛头，我们呢要以身作则，从管好自己的嘴巴开始。哎，侬脑子瓦特啦！不是你跟我说的，大嫂现在还没出月子，要好好补身体。再说了，那楼上小毛头还是婴儿，在吃奶，他怎么管住自己的嘴巴？你好好管住你自己的嘴哦。我今天的嘴就不用管了，我是有我的道理的。大嫂，我严肃地问你一个问题：今天你的那些事情，是在哈腾事务所找的吴律师亲自给你办的吗？
不然呢？不是不然呢，是我知道所以然的。吴律师的岳父贵恙在身，他根本就没有上班。我也是路过这个哈同事务所，我朋友告诉我的。哟，那该不是有人冒充了武律师，把大嫂骗了？哎，乱讲！怎么会有人冒充武律师？我现在担心的是，大嫂忙活半天，她有可能没有找到那个记录。张云奇，你跟踪我啊？大嫂，话可真的不能这么说。我怎么可能跟踪你呢？我只是想多方的咨询一下，看怎么能解决这个地契的问题。哎，有专业人士特意跟我讲，说咱们这个法租界的法律精神，说白了就一句话：默认现状。你看人家说得很清楚，我这都记得呢。如果邻居们能够证明房东在此长期居住，可以申请地契。这人家说得很清楚，而且人家还有案例的。你看，这个洋行的木箱里，他跟咱们的情况基本上是一样的，地契找不着了，他怎么办呢？他就人家就找的周围的这些邻居证明说，这个木箱里长期住在这个地方，那这房子就是人家的。还有你那个宁波的老乡，步高里72对，72号，Miss 沈，沈小姐，她那个房子更奇怪，从头到尾就没见过地契，她怎么办？也是找的邻居证明沈小姐从小就在那个房子里住。你看沈小姐现在那个房子里住的啊，大 house 里面那住的瓦的里的。我说呢啊，汤嘛汤不让碰，鱼不让摘，还什么地无分南北，人无分老幼，长篇大论这么一大堆，原来你的底在这儿啊！是。自打上次跟你们聊完这房子的事儿以后，你们夫妻俩端茶送水、嘘寒问暖、拉拉扯扯，这些时间真是你们演得够辛苦的。张云奇，我是你嫂子啊，张云奇，你怎么做得出来的？撕破脸了是吧？就这么一点点的亲情脸面你都不要了是吧？我知道你是我嫂子，我没想跟你扯破脸呢。但是这亲情脸面它不是这么要的呀。有理走遍天下，无理它寸步难行。我这手里它有法理。我觉得我们家云奇他没说错呀。那用了这个办法之后，谁是房东，一目了然呀。我是房东不是房东，今天这个鱼我是夹不了一筷子了是吗？你干什么啊？哎，大嫂，这话您就说对了。您今儿啊就是吃不上这条鱼了。云奇，这鱼咱俩吃啊，吃不完我晚上喂狗去。你怎么说话的你啊？鱼可以不吃，但你不能对大嫂甩脸子呀！谁要吃鱼啊？哪条狗要吃鱼啊？你小子怎么回来了？我回来了，你再看看还有谁回来了？巨人李8号，我回来了，大爷。爹，大爹，大爹，你回来了！这是什么东西？什么东西啊？这是鱼。一家啊！爹，你回来了啊！受委屈了你。你去哪儿了呀？你怎么才回来呀？别哭，别哭，还我挺好的，我回来了就好。行了，太爷，回来了，上座吧。哦，回家了，回家。我回家了。我跟万福一直都在找您。爹，刘嫂呢？刘嫂怎么没一起回来？夫人，太爷啊，进租界的时候跟刘嫂走散了，而且太爷还受了一些惊吓，啊，但是啊，我们太爷运气好，
碰到了一个好心的医生，给太爷送到医院去治疗去了。这不，太爷刚刚大好，就准备回来。你说巧不巧？我去医院送包子，大门口就撞见了太爷，我这不就把太爷接回来了吗？是这么回事儿。刚刚啊，我在路上还跟太爷感慨呢，咱太爷啊，一定是福大命大，吉星之相。遭了这么大的难啊，不但人没事儿，你看，而且这钱啊、地契全都回来了，而且全虚全影儿，是吧，太爷？哦，是这么回事儿。哎，嘿嘿嘿，大爹，我就说呢，大爹宅心仁厚，这一定是有观音菩萨保佑大爹平安的回来。是，给太爷请安了啊！哎，谁动我的中堂了啊？大爹，谁呀？我打扫卫生，把中堂先请过去，我打扫干净就请回来。你是谁呀？啊，这端鱼的是谁呀？他们是谁？哎，太爷，这不是您的好大侄儿吗？他们两口子一直盼着您回来呢。你是云奇？我是云奇，张云奇。张云奇，我的那个好侄儿。大爹，你终于认出来我了，我就是你的那个好大侄儿。大爹，你还记不记得？你上我小时候，我还在你的这胳膊上拉过青石呢，我。啊，是这么回事儿。是这么回事儿。是这么回事儿。哎，太爷啊，您忘了，我刚刚路上跟您说了呀。我不是跟你说，现在租界这房子紧张得很。所以你这个好侄儿就替您把这房子都租出去了。不是他说的那么回事儿。不是哪样啊？现在太爷回来了，第一，您这好侄儿肯定会把这最好的房间马上给您腾出来，是吧，侄儿？是，大爹。第二，这收上来的租金啊，您的好侄儿都已经给你攒一块了，马上给你送过来，是吧，大侄儿？是这么回事儿。是这么回事，大爹。哎，一天乌云散，皆大欢喜，皆大欢喜。太爷，吃饭。哎呦，这急吃白脸的争的就是这条鱼啊！太爷，我看啊，这条鱼全天下就只有您吃的是应该应分，因为啊，您才是这个房子堂堂正正的房东。就是这么回事儿。是吧，大侄媳妇儿？当然。是吧，大侄儿？去，谁是你大侄儿？大侄儿，大爹，鱼凉了，吃腥气了，我去给您热下。这汤我也给您热一下。我要吃鸭子，还要辣油。都有。爹，你上楼去，我带你看样东西。我跟你说声。对，太爷，快上楼。好，好。哎，这是云奎的孩子啊。是您的孙子，爹。我有孙子了。哎呦，给孩子起名字了吗？云奎一直都说，名字得让您来起。好，我起。按照海文我们张家的族谱，问汝云月静，云奎呢是云字辈儿，那孩子就应该是月字辈儿。我想想啊，谁无暴风尽雨时，守得云开见月明。叫他月明可否？守得云开见。爹，月明好听。
月明。云奎，你的儿子叫月明，月明啊。张月明，好名字，好名字。哎，你小子有名字了啊！月明，月明，月明。刘嫂，刘嫂。哎，太爷，你叫刘嫂干嘛呀？我那个书房那个书架2层抽屉里啊，有我给孩子准备的金锁和手镯啊，让他拿来。刘嫂，太爷，刘嫂走了，刘嫂回乡下了，你忘了？回乡下了啊？怎么没跟我辞别呀？那个太爷，刘嫂跟您请辞了，您同意了，您不同意，她哪敢回去啊？是吧？是这么回事。哎呀，我这脑子怎么越来越糊涂了？不过月明没事啊，没事。你看，爷爷这还有，看，这是给你的见面礼，啊。哎，哎呀，月明，月明。我爹这是怎么了？好孩子，啊！我刚刚在楼下，是骗他们2口子。我是在难民所找到太爷了。难民所？我找着太爷的时候，他胡子拉碴的，还穿着别人给的破棉袄，说话糊里糊涂的，一看就是吃了大苦，遭了大罪了。我把太爷从难民所一接出来，我就带他去看医生了。医生说，太爷脑子受了重击，而且精神受了刺激，所以他一会儿糊涂一会儿清醒。但是你别担心，医生说了，只要太爷好好养着，不要让他再受刺激，很快就会好起来。那他这身行头是从哪儿来的呀？这箱子我也没见过。我找着太爷的时候，太爷身上的钱、地契，还有他那些善本都没了，估计是被人抢了。我一想呢，如果让太爷那一身回来，让那2口子看见了，还不得把你俩活吞了？我就用小月给我的梯级钱，还有我卖武汉船票的钱，还管我们老板预支了一些工钱，我就带太爷洗了澡、看了病，办了这身行头，咱得体体面面的回来呀，不能让那俩孙子再下去了。那，你把这拿着，等太爷清醒点了，你再给他。你花了多少钱？你记下来，我有钱就还给你。这不着急，不着急，我就是提醒你，现在要趁太爷回来了，赶紧给那俩孙子立规矩，把房租要回来，那我的钱不就出来了吗？也是的。那个，就那是怎么回事？是怎么回事啊？